嗨，你们好吗？我是10。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通过眉心轮冥想的小练习，并了解一下如何通过有效的休息，转化为更持久的身心动能，让生活和工作更加轻松。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职位越高，工作量越大，这个人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就越大，这似乎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凯利·麦格尼格教授是斯坦福大学备受赞誉的心理学家，也是医学健康促进项目的健康教育家。他通过研究发现，许多承受高压的领导者，他们的健康程度反而比多数没什么压力的普通人要更好。听上去像一个神话，可是这却是事实。由此，人们重新发现，那些最优秀的领导者其实是最懂得休息的人。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懂得如何应对压力，并保持最佳状态。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认为，越懂得休息的人，成为优秀领导者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们不是缺乏休息，而是不会休息。休息是门技术活。这就说到核心了，什么才是有效的休息呢？有句古话说，渡人者先渡己。先不要说你是否将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我们需要先自我审度一番，自己所具备的身心能量、气质气场，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与你合作？而你外在表现出来的，总是脱离不了你内在的休息程度。一个人晚上睡不好，就足以使一个人第二天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更不要说一个长期没有休息好的人，他的生活和工作会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常年对压力心理学进行了研究，他们教育学生要这样对待未来的高压工作。首先，压力大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承受压力却从不休息。第二，压力不都是有害的，而是你要懂得通过有效的休息，将压力转换成更持久的动力。对压力和脑神经科学的研究非常多，在这里呢，我要和大家说一说两个与脑神经和压力有关的有效休息的重点。第一个是你为什么总感觉累，第二是如何才能快速的让你感觉不累了。累的感觉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这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每天都处于高强度的用脑当中，大脑耗氧量也经常会出现透支的状态。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大脑停止了运转。如果你还在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发呆时候的情景，那就大错特错了。神经成像研究发现，当我们休息或发呆的时候，大脑其实也没有闲着，很多重要的神经活动仍然在进行着。这种不间断的信息传递也被称为大脑的默认模式，它所耗费的能量是我们有意识的对外在刺激做出反应时所耗费能量的20倍。在默认神经网络下，这些大脑背景活动消耗的能量占大脑总消耗能量的60%到80%。我们借鉴天文家的说法，把这些固定存在的神经活动称为大脑的暗能量。正如看不见的暗能量占据了宇宙中物质能量的绝大多数。脑科学家们发现，我们总感觉到累，不全是因为我们超负荷的工作，而是我们无法让大脑专注。当我们的意识开始进入日常混乱的自动驾驶的思考模式时，大脑暗能量开始活跃，耗氧量也随之增加。但是呢，当大脑执行某项特定的任务的时候，大脑的耗氧会减少，它不会超过基础神经活动的5%。也就是说，大脑越专注，被动的脑部消耗就越少，身体就越不容易陷入疲劳状态。这里要提示一点，让大脑执行某项特定任务，不是说你盯着手机，或者说你在看电影，这种只是行为，而不是任务。大脑要到哪里去执行这样特定的任务，才能有效减少能量消耗，让我们获得更好的休息呢？别着急，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好，请大家舒服地坐好，保持脊柱的正直，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双手放在大腿上，或者你也可以躺下来，双腿微微张开，手臂离开身体一些，下巴微微地向内收。请轻轻地、慢慢地闭上你的双眼，
先试着将意识导向你的身体，去感觉脚底和地板间的接触。如果你是坐着的，去感受一下双手和大腿之间的接触点，去感受臀部下方的皮肤与地板或是椅子间的接触。现在你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中，身体是温暖而放松的。我们开始觉知呼吸，经由你的鼻子开始缓慢而深长的呼吸，去感受气流经由你的鼻腔进入胸腔和腹部，自然的吸气，自然的呼气。每一次的吸气和呼气都从头到脚去放松你的身体的所有部位，去感受整个身体的放松，感受着你的身体越来越重，越来越沉。现在将感知带到你的整个面部，放松整个面部，放松我们的眼球，让双眼向着脑后方的方向沉降，放松你的前额，放松你的眉毛，试着将你的意识带到眉心中间，去感受你眉心的部位，持续的去感受它，但是不要介入它，只是感受。随着放松的加深，它在一点一点慢慢的开始融化。好，慢慢的将你的意识带回到呼吸上。等你准备好了以后，再轻轻的睁开眼睛。你们有没有发现，没有挣扎和强迫，身心更容易获得安宁和平静？在这个练习中，你只要将你的意识集中到双眼中间的眉心处，停留在眉心一会儿，执行特定的观想或冥想任务，就会重新启动感官、知觉和身心能量，获得放松的体验。不知道你感受到了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瞬间放松的神奇体验也来自于我们眉心后方的腺体器官松果体。松果体位于大脑中心附近2个脑半球之间。成人的松果体长为5到8毫米，宽3到5毫米，是灰红色椭圆形小体，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豌豆那么大。因为形状像一个微型的松果，因而命为松果体。生物学家已经证实，松果体是我们已经退化的第3只生物眼睛，曾经执行过人类祖先们的第3眼功能。目前医学能够确定的是，松果体能感受光的信号并做出反应，它会制造和分泌褪黑素，俗称脑白金。褪黑素会影响睡眠质量，许多药物都是通过补充褪黑素来加以调节的。人体的智力生物钟以33天为周期进行运转，情绪生物钟为28天，体力生物钟为23天。这3种生物钟的调拨也是由松果体来执行的。所以松果体能强烈干预到我们的睡眠与觉醒、情绪和智力。如果松果体失调，人会出现失眠、莫名的忧郁、无生理病因的长期疲劳，以及精神官能症、身心失调的状态等等。也就是说，不能小看这只有豌豆大小的松果体。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要获得自然律动的支持，先要有松果体的支持。它是连接身心自然频率的天性，是外部的自然和身体内部自然的通道。人的眉心部位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位置，它是7脉轮中的第6脉轮，也叫眉心轮或者3眼轮。英文名是 The Third Eye Chakra， 是所有领域和所有维度的精神门户，它也被当作精神力量集中的地方。修行者往往通过将一个专注点汇聚到眉心，进行静心、冥想、练气功、打坐等等。现代生理学也证实，
类似的练习能够激发松果体的原始功能，并且松弛整个神经系统。这个小练习你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任何时候去做，并且我确信它能使你的潜能增加，因为这种内向专注的训练让大脑执行特定的冥想任务，并且将任务落实在生物觉率平衡最高效的大脑腺体器官松果体上，能在短时间内将一股高度密集的正面力量带上体内，不仅让我们进入有效的休息模式，更能使我们获得清醒的觉知意识。这种正面力量的积累将为一个人带来更多的活力，以及更宽广的生命力延伸，越放松越延展。高效的休息，特别是好的休息，是我们身心最好的修复和平衡机制。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主要了解了休息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更简单、更高效的休息方式。通过眉心轮的冥想小练习，获得高质量的身心能量补给，更有效地减少脑部的消耗和疲劳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努力而不费力。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帮助，请你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还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就过几天再见啦。